小心啊！那是神仙笔，地上的一个字就是一道气，一会儿气随笔出，他想寻你的窍门。多嘴！二爷，速速离开！苏公子，救命之恩来日必报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。起！神仙笔，怎么写都是死的事，因为今日是你死期，神仙也难救。哎，小心啊！哎呀，这下糟了。死守呢？小心！公务员，你干嘛呢？空有剑神仙笔，你不要命了？不愧为吴建成曾经的少主，居然会指剑。只是这门剑术伤人伤己，若久不练，一指成剑便废一指。所以我还有9指，便能挥9道剑气，3道剑气杀一人，足矣。是你父亲带我来的。哎，我作证啊，苏公子真的只是听曲儿。啊，难道苏雨真是无辜的？那是自然。来了教坊司只是听曲，就像是我去了天启城的碉楼小筑，然后点了杯普洱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又当什么立什么。当机立断。二爷，帮我照顾白神医。哎，好。打架还有机会插嘴啊！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先生，涂在你那根受伤的手指上。多谢。白神医。白鹤怀，药王新买草的小师叔。啊，哦，久仰久仰。久仰什么久仰？我在江湖上根本就没有露过面，净说瞎话。所以你方才说的话，我也不信了。哎，不是我，
哎，姑娘，你这弄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白神医看起来好像不太担心苏公子。那是自然。当苏沐雨手中握住剑的那一刻，一切已成定局。还不下来帮忙？哼，来了。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无须之阵，援兵来了。来的人都是谁啊？暗河大家长、暗河穆家家主，还有……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着急跑什么？看完再说。哎呀，白神医，后会有戏，后会有戏啊！苏沐雨，苏家主，没想到最后竟会被我的醉梦蛊制住吧？给我住手！苏昌河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救苏沐雨？苏昌河，若想救苏沐雨，便好好听从我们影宗的安排。他中毒了。他中了醉梦蛊，就算他是大罗金仙，也用不了半点武功了。真气温和绵软，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永不会苏醒的醉梦。是醉梦蛊没错，你们俩做得不错。来人呐，把苏沐雨关入影狱。是。不过，怎么只有你们2个人？地官呢？他死了，毕竟想活捉苏沐雨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可惜了。天官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兄弟死了，宗主只言一句可惜。可对我而言，却不仅仅是可惜这么简单。我不想说，宗主又何苦问呢？原来如此，倒是易某有些冒昧了。对了，易宗主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哦，什么消息啊？暗河大家长苏昌河，他入天启城了。这隐域之中，怎么空无一人？哼，曾经的影宗是天启城的影子守护者，可当光明最盛，连黑夜都能被照亮的时候，也就不需要什么影子了。如今的琅琊王掌控着守护天启、守护北离的权力，那么影宗这里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必要收押犯人，甚至有的犯人刚到这里没多久，便被琅琊王给提走了。难怪义卜这么想杀死琅琊王。哼，中了醉梦蛊还能说话？这醉梦蛊不比一般的毒药。这几个时辰，我已经试图运起真气，突破体内那道枷锁，
可是到现在，依旧只能勉强说话罢了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最得意的东西了。三关之中，你最为特别。除了水关之外，你可还有别的身份？我叫苏恨水，我想为自己而活，而不是端坐在神殿上的一座雕像，一柄别人手中的刀。我明白了。什么人？不愧为暗河的大家长，居然能瞬间察觉到我的到来。你是谁？影宗，乌鸦。知道大家长入了皇城，特来一见。苏沐雨呢？他约我在此相候，为什么他人却不在这里？你想见苏沐雨？当然，他是暗河苏家家主，是我苏长河一生最好的朋友。就算我失去这个大家长之位，我也不允许他受到一点点伤害。你们若是敢对他做什么，我一定跟你们拼到底。哼，大家长不必如此紧张。苏沐雨现如今正在隐宗宗门做客，一切无恙。只是什么？好可怕的杀气！说话！只是什么？只是从客人变成主人，或者从客人变成犯人，一切都由大家长的诚意决定。我的诚意？想试探我的诚意，是一件很没有诚意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我们一直所做的，不就是世间最危险的事吗？哈哈，这句话说的倒是不错，我都有点开始欣赏你了。说吧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要大家长取下琅琊王的人头。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暗河不是什么人都能杀吗？那我就将这世上最难杀之人放在你面前，你不用这么着急给我答复，想清楚点。在什么？你说你要是一转头，你整个头颅会不会滑下来？便是这里，我们黄泉当铺做天下江湖的生意，各家都有宝库存放于此，此处就是你们暗河的宝库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若没有这把钥匙，这不一翻就进去了？如果你要直接翻身而入，相信我，即便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你也没有办法活着出来。你们暗河的那个朱朝，你知道朱朝？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当用这把钥匙打开院门的时候，院子中的那些奇门阵法都会同时撤去。来，收好这把钥匙。接下来你就会知道，这钥匙有多么的珍贵。好。这便是暗河的宝库。首先来点粗俗的。
接多少杀人的单子，才能攒这么多钱？这一屋子的金砖很多吗？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人间的疾苦啊？我那一屋子的白银，连同那间宅子加起来，都没有这1箱黄金值钱。但这间屋子里有这么多金砖啊！原来如此，暗河将所有的财富都藏于此处了。若以为仅仅只是财富，苏家主，你太小看暗河的先辈们了。跟我来。莫急莫急，屋中无人。无人而有剑气，这剑来自剑心冢。跟我来。剑心冢、明剑山庄，以及已经覆灭的无剑城，这里面的名剑大多出自于这3个地方。你再看那铠甲、长刀、弓弩，也都是由山北鲁家这样的名门所制。你再看那霸王甲，世间以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实你们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样的。这间屋子比方才那屋金砖要值钱。若以金钱的价值来评判，自然比不上那一屋子的金砖。但是这里的兵器，多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其中任何的一样，都值得江湖人抢破脑袋呀！我说王掌柜，你说话这么得意做什么？这些不都是我们的东西吗？哦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咱们再看看后边吧。接下来的可要小心喽。我曾与雷门雷千庭一起参与了对抗叶鼎之的围杀之阵，这些名字我都曾听他提起过，都是雷门中最厉害的火药。没想到暗河之中居然藏有雷门的这些事物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门之中天字级的火药，这间屋子全都装满了，所以打开这道门要格外的小心。它的4面墙，连同这大门，都是以6合精铁所铸，不然的话，里面的火药同时引爆，整个黄泉当铺都将会被夷为平地。接下来的那道门也得小心，因为一不小心，我们3个就交代在这里了。那间屋子里藏满了各种奇毒。里头还有一条是绵蛇王，同时用了温家、唐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养。如今的这条蛇，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一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轻而易举的被放倒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剩下一道门中，应该还藏有各类暗器。
你很聪明。若将这些带回暗河，暗河随时便是一支军队，一支全天下最强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神挡杀神。佛挡杀佛。唉，难怪这柄剑能搅动这么大的风雨。可这里是当铺，不是钱庄。聪明。很多人见到这一屋子的财宝，怕是心底里早就荡开了花，谁还会在意那些个细节？既是当铺，那我们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，才能得到这些东西。我们的代价是什么？没有任何代价，起码对我黄泉当铺来说，今日不需要。我不信。不必不信，这些东西的代价，其实你们早就开始偿还了。你们这些年杀的人、做的事，便是你们能够拥有这些东西的代价。毕竟，你们当中有一半的任务，都是从我们这儿给出去的。不必躲躲藏藏了，三官大人。黄泉当铺之中，我们是不会随便动手的。当年提魂殿见到你们二人，我便说应该把你们都杀了。哼！可我也说过，正是因为他们危险，才有将他们留下来的意义。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或许当初杀死他们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等你们许久了，今日见到了暗河的宝藏，又见到了你们，可谓是没有白来。夜魔掌，退！这样的功力，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。你早就偷学了。那你们赶紧下达诛杀我的手术，看看还有谁能听从你们的命令。黄泉当铺之地，也不是让你们打架的地方。放心，我们今日前来，也不是为了打架的。王掌柜，你怕是有些话还没有同他们二人说完吧？这不是正说到一半的时候你们来了吗？大家长，我还未说完的是，你们手中的钥匙只是能打开这间院子罢了，但是要拿走这里的东西，还需要另外一件信物。什么信物？这个。正是这个，钥匙可以打开这间院子，而这个腰牌可以拿走院子中的东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难怪提魂殿三官始终能够凌驾于三家之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，趁着黄泉当铺来不及反应，就将我们给杀了，然后夺走这块腰牌，亦或是把我们跟王掌柜都杀了。若是有人敢在此动手，我黄泉当铺的火器和机关也不是吃素的。我只需轻轻一下，你们暗河的那些宝藏马上就会灰飞烟灭，付诸东流。诸位，还请你们仔细斟酌。哼！难不成三官已经认可我和苏沐雨来执掌暗河了？你觉得如何？
你们忽略了一件事情。什么？我们并不认可提魂殿，也不会再认可三观的存在。新的暗河之中，不会再有你们。唉，看来是我们自作多情了。不过你们是不是把事情想得也太简单了？这是一份要求。哼，莫不成三观中有人要成婚？这是邀请我们去赴宴？你们说想要一个答案，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暗河，那么帖子中的那个人，二位需要见一下。我们要建立什么，和其他人无关。天真！只要天启城中的那位愿意，一个念头，就能将这所有的宝藏全都摧毁。想必你们也很需要这些东西吧？你说的那人是谁？所见之人的先祖，在100年之前创立了暗河。至于剩下的，等你们到天启城之后，自然便会知道答案。你就收起你的研魔掌吧，在黄泉当铺杀人，也只有你这样的疯子才想得出。你当时讲的没错，无需我们主动出击，他们会自动找上门来。那便顺他们的意，在天启城中相见吧。我们现在就回暗河，召集3家家主，带着满门精锐杀去天启吧。谈判？谁和他们谈判？真是可笑。这是一场博弈，若直接落下所有棋子，便会陷入被动。也是啊，他们让我们去我们就去，未免也太小看我们暗河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，似乎我们应约了，又似乎没有。是。所以，我一个人去。你以孤子入局，而我会其后赶到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你回到暗河，我会将我在天启城中探得的虚实告知于你，须做一个万全之策。跨过暗河便是彼岸，这应当便是阻碍我们的最后一条河。谁惹了穆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。
还有几分生气？那便来吧。八戒之，当剑得势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生死战，唯有一途，下如此。我为尔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阵之口。只剩我们两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淡定着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
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成心了啊！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。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
哎呀，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上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，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，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
把你当做家人。可如今我是亏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。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长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。死之前，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，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地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
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，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以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
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顶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妇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逵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。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
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！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，千道精明。